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相互救赎。然后随着后面的整个过程成长，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一些致命的吸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雨彤。性格上面会有一些孤僻的东西，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庄杰就是一个享受当下的人，我想亲我就要亲，一种相互救赎，致命的吸引。以前会有一些抗拒，有一些忌讳的东西。塑造了这么一个角色之后，更理解了。我演完小庄之后，比以前更勇敢了一些。你是在故意逗我？你说哪部分啊？我装瘸，还是那句？你是我的理想型和旧情人啊，都有。首先，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所饰演的角色吧。陈麦冬是一个遗体整容师，和庄杰是高中同学，是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奶奶拉扯大，所以他其实在性格上面会有一些孤僻的东西。其实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饰演的庄杰呢，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疗器械销售，因为一场意外，所以做了一个截肢手术，但是他非常的勇敢、乐观，然后积极的面对自己的人生。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在不断的拉扯嘛？那你觉得陈麦冬和庄杰之间他们情感经历了哪些变化呢？因为觉得两个人是高中是认识的嘛，又是一种相互救赎的关系。再一次见面了之后，其实陈麦冬是有一种阻隔的这种状态。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到了最后也是 follow my heart 的一种节奏。对，就我非常喜欢小庄这个人物的点是在于，他可能不像我们传统看到的一些角色那么清楚的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但他知道的是我要不停的往上爬，我要比普通人更有斗志，我要当南屏的金凤凰。遇到自己就是年少的那个光，他其实是有一些痛苦和纠结的。我喜欢他非常人性的一面，就是他的复杂和矛盾。人可能真的是得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和变化之后，他才会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我喜欢两个人物身上的这种成长、这种矛盾、这种复杂、这种纠葛。我给你收获吧，你侧脸挺好看的。你收敛点。李现，你觉得就是陈麦冬其实最开始是被庄杰撩嘛？那你觉得他是最终被庄杰身上什么点给吸引住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相互救赎。然后随着后面的整个过程成长，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一些致命的吸引吧。庄杰虽然身有残疾，但还是非常茁壮成长，然后想要去大城市打拼的这些心，其实都还是特别有个人魅力的。就庄杰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在。对，他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但其实陈麦冬每天又面临的是生命的终结，所以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雨桐，你觉得庄杰最喜欢陈麦冬身上什么点？那种踏实，一想到就让人觉得心里很安心。小庄一直在天上飞，就像那个风筝一样，但是他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可能就啪就摔到地上。然后麦冬就是很像在底下牵着他那根绳子，就紧紧地拽着他，然后就告诉他，无论你飞多远，我会稳稳地接住你的这种感觉。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你到底有没有长心。我这一天天的是在跟你玩什么爱情游戏吗？好玩吗？他们跨年约会的那一场，庄杰对陈麦冬说出那句“你为什么要勉强我”，就尤其从雨桐来看，你觉得庄杰当时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挺难说出口的，其实那句话，因为也挺伤害陈麦冬的。但是他又在那个情况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那句话，我们反反复复从围都开始就一直在商量，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我在没有演庄杰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的演庄杰的时候，我就能理解他那一刻，他就是害怕，他就是想逃避。那你觉得他当时的真实的心情，比如说，因为他原来还带有了自卑，或者是别的什么情感？我觉得很复杂吧，因为他有跟母亲前面一场的铺垫，那再加上陈麦冬是他那么喜欢的一个人，他也会很担心，在爱人的眼神中，好像闪露出了一丝一毫的那个犹疑，所以我觉得那一刻他可能就是没准备好。陈麦冬当时听到这句话，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受伤了，很受伤，还挺气愤的吧？对，就是我觉得陈麦冬因为都已经其实剧中设定也30了嘛，那他对一份情感如此真挚的付出，然后那一刻我觉得他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受伤吧。你们两位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感情观的呢？陈麦冬要留在南平，肯定是因为有奶奶在这儿嘛，另外一方面是一些责任。
但是庄杰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方向和追求。我觉得虽然当下陈麦冬会生气或干嘛，但其实只要想清楚了，绕过来这件事情，还是很能理解庄杰的。庄杰其实他就是一个享受当下的人，就我想亲了我就要亲，我回南平我就想见你，我就要去撩你，所以俩人可能一开始就在这个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和争执吧，但是最后发现，不管是过好一天一天，还是过好未来，不冲突，就两个人都找到了如何去接纳对方、包容对方的那个点。陈麦冬，我离开南平以后，你会不会恨我？人生无常，谁也不要为了谁牺牲。他们这段情感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思考吗？成年人的爱情嘛，当你有一天去计较在情感上谁付出的更多的时候，就大家已经这段感情出了一些问题了。每个人都其实有自己的方向和选择，也不需要成为对方，而觉得互相去为对方去学习和妥协，才是一些比较正确的关系吧。对。拍完这个剧，我的感受就是很多人在那个当下，因为人确实是每天都在变化嘛，人在那个当下，他俩一开始也是就做情人嘛，但是人会随着这个变化，他就觉得我又想跟你有未来了，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去适应这个改变？包括我觉得他俩的感情也是在一点一点的验证中验证出来，原来比起什么异地呀，比起什么就都不重要了。整个拍下来，你们觉得最感动你们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我比较感动的，可能给庄姐第一次带假肢。我也是。对，我帮你。那场戏我演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应该把那个给我再加上那个心跳测试一下，感觉心跳就是快蹦出来了，就是那种又感动，又觉得老天爷呀，就是这是什么天使，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又觉得就是年少的那个人他又回来了，就是他那么的温暖。该离开的总会离开，留不住。生而为人，只能节哀。你们在剧中体验了他们这段人生之后，感觉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带来感触的地方？特别强的一种感受，就对生死的重新看待吧。以前会有一些抗拒，或者说是有一些忌讳的东西。其实，在演完这个作品或者塑造了这么一个角色之后，觉得就更开明了，更理解了。我也是，我觉得我演完小庄之后，有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一些，因为小庄就是一个活得非常通透的、很豁达的那么一个人。很多关于离别呀、生死啊，我在演的时候就非常的触动，然后包括我现在放到我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我也可以变得更坦然了。在冲浪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对方的一些比较好玩的视频呢？他不最近就是最红的和那个唱那个歌是吧？人相情是吧？对，我刷到过李哥的《花海》。哎呦，都是要唱歌的那个。直播的时候还很一本正经的解释了一下，我不是唱的不好是那个离我有一点远，有点延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出圈的，就是那个之前的剧里面，就是那个韩少言下车转圈那个也是。那个我也看了，那个我也看了。对，这个有刷到吗？刷到。